华为 P50 Ultra、三星 S24 Ultra 这两台手机都叫 Ultra， 那名称上势均力敌，档次上势均力敌，连价格都是势均力敌啊！没错啊，他们是目前卖的最贵的两台 Ultra 了。那这两台手机对比起来，是否也会势均力敌呢？欢迎收看 ZPH，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尤其是加关注，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、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，所以就谢谢大家了。那正式测试前还是鼓励摄影环节，我会拿着手机去瞎拍些照片，我拍的不好，抛砖引玉，主要是为了吸引您也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看完前面的照片，不用琢磨是哪台手机拍的，因为是台手机就能拍，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吧。两台手机后摄的主要镜头焦段都列这儿了，这也是后面要主要对比的镜头跟焦段。在 P50 Ultra 的拍摄界面里，除了主摄超广角 3.5 倍镜头以外呢，还有2倍跟10倍的数码变焦，那么这也是后面要主要对比的焦段。S24 Ultra 拍摄界面中呢，除了主摄超广角3倍、5倍的光学焦段以外呢，也给了一个10倍数码变焦的焦段。当然了，它右边还有其他的数码变焦焦段啊。那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，咱们就开始正式对比两台手机了，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。从硬件参数上说，感光器是华为的更大，原生像素是三星的更高。华为有一个可变光圈技术，但是之前呢都已经详细聊过它在各种光圈下的成像表现了。总体来说呢，这和主摄在各个光圈下的成像表现都是不错的，但是它们最大的区别呢还是等效焦段的不同，华为的视角更窄一些。现在就是两台主摄默认模式下拍的样片，颜色还挺接近啊。那咱们放大看看解析力，哟，这一放大颜色看出不一样了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你们喜欢的就是好的，不喜欢的那就是不好的。不过中心解析力方面嘛，两边做的都不错啊。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，颜色呢还是相对接近啊。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，这回看起来是华为的解析力更高了。毕竟它的视角更窄，它拍摄的物体呢，尤其是中心物体会更大一些，那么解析力高呢也是正常的。要对比镜组的光学质量，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，华为这边要么就缩放到 0.8 倍，要么用弱格式拍摄啊，因为默认模式它会裁一圈画面。那边角画质把控方面，华为的更优秀啊，虽然说三星的也不错啊，但是华为的更好。再看另一个角的情况啊，依旧是华为的表现更优秀。这次华为加入了2500万像素的高画质模式，那么在这个模式下，主摄的解析力稍微提高了一点点啊，但不是非常明显，跟三星默认模式比呢，还是差不太多啊，但肯定是华为强，就是没强多少。华为的主摄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而三星的主摄是2亿像素高清模式，那么解析力的差距呢，还是挺明显的啊，三星这边要强很多。但是重点来了啊，注意啊，重点！华为有一个拍摄非常慢的 AI 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这个时候它的解析力是要超过三星的2亿像素解析力的。这可是三星第一次在阳光充足的情况下，它的2亿像素高清模式败北。而且我拍摄了很多组，结果都是一样，就是华为的这个 AI 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在解析力方面强于三星的2亿像素模式。
虽然说华为的 AI 5000万高清模式拍摄体验是不好的啊，就是成像非常慢，谈不上任何连拍可言啊。你看它非常慢啊，就说话这功夫它也拍不完啊，就是非常慢，非常慢，对吧？但是它结果是好的呀。你再瞅三星的这2亿像素拍照速度啊，非常的快，按下快门几乎就能成像啊，甚至它还能连拍，哎，你看它还能连拍起来了，噼啪的，它嫌你能个是怎么着啊？这三星随着系统升级啊，这2亿像素拍摄体验它确实越来越好了，但是这解析力是越来越差。我跟你说，这三星的影像部门它就是缺心眼儿，很多手机都能轻松的拍摄长曝光慢快门的照片了，这个功能到今天三星都没有。再说超广角镜头，从一点参数上说呢，反正华为这个感光器大小啊，就是跟像长有关的这感光器尺寸呢是非常难查着的啊，官网它也不说。但是原生像素呢是华为的更高，视角也是华为的更宽广。从实拍样片上看，两边的颜色风格还是有细微差别的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风格呢？喜欢华为的打1，喜欢三星的打2？视角差距呢，如图所示，这个红边呢就是三星拍不到的范围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华为做的更优秀，细节呈现更多。再看一组超广角对比啊，同样颜色的差距是有的啊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仔细看的话，还是华为的细节呈现更多一些，而且三星那边的噪点也更多。镜组的光学质量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，谁也甭说谁。再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啊，谁也甭说谁。而且华为是拍的我手指头了，还是有点眩光啊。华为的超广角也是有2500万像素高画质模式的，三星的超广角呢只有1200万像素模式。那么解析力的优势呢，肯定是在华为这边。那毕竟默认模式就是华为的解析力更高了。但是啊，重点来了啊，注意啊，但是华为的超广角也是有4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但是不用放大就已经看到画质确实不太好。再放大一看呢，这简直是相当的不太好啊！细节呈现跟三星的1200万像素模式没法比。那华为超广角的4000万像素模式在哪里呢？在专业模式里啊，存储格式要选择 JPG-L 啊，是 L 是 L 啊，反正没关系啊。那为什么华为要把它藏这么深呢？可能是因为它不咋地吧。那再说中长焦镜头，中焦这块华为是没有的，三星有一个3倍的中焦镜头。长焦镜头，华为是3.5倍的长焦镜头，三星是5倍的长焦镜头。对比样片还是先从2倍数码变焦开始啊，它们都是主流的数码变焦。解析力方面呢，华为占优。现在华为是3.5倍，三星是3倍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。但是老实说呢，两颗镜头的等效焦段差的还是挺多的，就是视角差的还是挺多的啊。那么华为拍出来的景物呢会更大一些，但是从解析力上来说，三星那边虽然说噪点看着更重，但是解析力并不输华为。现在是华为的3.5倍6400万像素模式啊，同样的拍摄的方法也是在专业模式里边，拍摄格式选 JPG-L。那解析力的差距会怎么样呢？跟刚才超广角一样啊，华为专业模式里的这个高像素模式是非常差的。现在是5倍焦段的对比，华为的5倍呢是3.5倍的数码变焦，三星的5倍是光学镜头。那么解析力的差距呢依然是很大的啊，三星的解析力要强很多。而且三星的5倍还是有5000万像素模式的，那么在高像素模式加持下，它的解析力比华为这边就更强了。最后再看一组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吧。它们都是长焦镜头的数码变焦了啊，解析力方面依旧是三星的表现更好。再说微距拍摄，华为这边是用长焦来拍摄微距，三星是超广角拍摄微距效果最好。它们代表了如今手机拍摄微距的2种方向。从实拍效果上看，要论放大比，是纯光学的放大比啊，肯定是华为拍摄微距的效果更好。但是华为这边长焦拍摄微距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它的景深太浅了。毕竟它是长焦拍摄微距，再加上它有大光圈，长焦大光圈在拍微距，它的景深就会非常的浅。比如说拍摄这种小屁花的场景，这个小屁花特别小啊，华为这边就很难把花跟树叶都拍清楚，而三星这边就可以轻松的把环境啊、树叶啊、花都拍清楚。但就是由于放大比不行啊，整体微距效果呢也不是很好。但如果是拍平面场景，那么华为的微距还是能展现出非常强大的威力的，这点三星是比不了的。再说前摄，先看自拍的表现，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啊，没有调其他的。从实拍效果上看，反正从面相上说呢，华为这边拍的更好看啊，人物看起来更漂亮，看起来更年轻。那三星那边呢，
就说比较真实还原吧。其实要我说呀，三星那边不真实，华为那边才真实，是吧？总有少数人不相信我今年17岁，那肯定就是因为有三星这样的自拍存在呀。再说前摄录像的表现，两边的防抖都是不错的，颜色呢也都还行啊。三星还是稍微暗一点点，但是看起来也不错。从清晰度上来说呀，可是三星的解析力更高了。华为这边呢，并不是因为人物拍起来小啊，并不是因为前摄广角的效果，而是本身的清晰度确实没有三星的好。再看人像的表现，用的就是手机的人像模式啊，也没有调其他的。那么第一个场景中呢，可以看出来华为的表现更好啊，因为人物的肤色更好看。人像拍摄嘛，人物的肤色是最重要的。但是换了一个场景之后呢，三星的肤色表现就比较正常了。两边比起来呢，从肤色上说呢，也分不清谁更好一些。但是衣服的颜色、环境的颜色还是三星的好一点。再说直出扩张度的对比，虽然说前面说过，三星 S24 Ultra 相比上一代来说，长焦是有退步的，然后随着系统升级呢，它2.1像素高清模式的解析力是有退步的，但是它的直出扩张度好像是进步了。华为的 P570 Ultra 从一上市开始，它的直出扩张度表现就不错。那现在已经对比了这么多场景了，两台手机可以说表现都属于上乘的。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无论是亮部还是暗部的细节，它们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。亮部可以亮得上去，而且还能保留细节，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做得都挺好。暗部能暗得下来，而且也能保留细节。再看夜景的表现，一上来呢，咱们就看有难度的场景啊，因为简单的场景难不住这两台手机。第一个场景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两边都不错。第二个场景主摄的表现，要说从亮部看呢，是三星的表现更好；从暗部看呢，是华为的表现更好。那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啊，只不过亮部跟暗部的差距这回都拉大了。下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，亮部细节呈现差距很大，三星的表现更好；超广角的表现两边都还行。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夜拍表现，两边可以说水平都挺高。那现在华为是3.5倍，三星是3倍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，成像上都没问题啊，清晰度、解析力、亮部、暗部细节呈现都没有问题。那现在是5倍，华为呢就是数码变焦了，三星是光学镜头，在成像上两边也都是高水平的。昏暗的城市道路上，主摄的表现虽然说华为看起来更亮，但是细节呈现呢并没有比三星多多少。而超广角的表现呢，华为的细节呈现就多了，但是它是触发了自动夜景，华为的自动夜景呢还不能关闭，成像速度比较慢啊，体验不是很好。现在华为是3.5倍，三星是3倍。同样的，虽然说华为触发了自动夜景，而且亮度看起来比三星亮，但是细节呈现跟解析力并没有比三星多多少。那现在是5倍的对比啊，那这回就不是亮度的问题了，在细节呈现方面确实是华为这边更多，但是华为这边呢依然是触发了自动夜景。从祖传神树这个非常暗的场景开始呢，就要测试夜景模式了啊。说是这个场景非常暗，但是三星拍的有点过亮了，是吧？那超广角的表现也是三星拍的有点过亮了。虽然说暗部细节呈现呢稍微看着比华为强一些，但是清晰度啊跟华为差不多。健身器场景就算是很极限的场景了，主摄的表现在细节呈现方面呢，确实是三星的更强一些，譬如说树皮的纹理方面啊，但是三星不用拍这么亮啊，这个观感真的不好看啊。超广角的表现就说三星稍微强一点吧，树林小路的场景主摄的表现还是三星稍微强一点啊，细节呈现的更充分。超广角的表现两边就谁也甭说谁吧，甭看三星看起来更亮，其实细节呈现方面不行。最后一个场景祖传神树 Pro 难度是非常大的，主摄的表现两边就谁也甭说谁吧啊，都不咋地。超广角的表现倒是三星的稍微强一点。视频录制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就是最接近微信、抖音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。现在是主摄手持走路的表现，没有架子，没有稳定器，防抖两边都不错，但是颜色跟清晰度三星的要强很多呀。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跟主摄一样，防抖两边都不错，但是颜色跟清晰度三星要比华为强很多。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表现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但是这次华为在清晰度方面表现还是不错的。颜色方面嘛，跟三星比稍微淡一些，但是我觉得还不错啊，还 OK。现在华为是4倍，三星是3倍。颜色方面呢，我觉得华为是没有三星好的，而且防抖华为也没有三星的强。
现在华为还是4倍，三星是5倍。颜色方面就不说了啊，审美方面呢，你们就自己做主就行了，不用让我替你们做主，你们喜欢哪边就好。防抖方面依旧是三星的表现好。现在是10倍数码便捷的表现，颜色方面有人觉得华为的更好吗？那防抖方面呢，华为这回比前面的稍微强了一些，但是解析力呢还是三星的更高。现在是夜晚主摄录像的表现，华为这边的防抖有时候看起来非常诡异啊，因为果冻效果非常明显，看起来树冠有的时候要塌下来的感觉。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在这个场景呢，两边的超广角都是很难应付的。现在华为是4倍，三星是3倍，清晰度方面呢是华为的更优秀，但是防抖方面呢还是没有三星的表现好，而且华为这边的鬼影呢也更严重。现在华为是4倍，三星是5倍，清晰度方面两边差不多，但是颜色方面是华为的表现更好，但是华为高光部分的鬼影啊还是挺明显的。又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，就是工业设计和硬件。那工业设计方面呢，咱们就简单点啊，毕竟是2台老手机了，就问一下各位，你们觉得这2台手机谁的工业设计更好看呢？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造型呢？喜欢华为的打1，喜欢三星的打2。那硬件方面呢，也不是我们节目该说的，想了解的朋友呢，我估计也都了解的差不多了。如果还有不了解的，就去看其他的节目吧。OK， 到结尾了。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。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